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我现在在珠海这边出个差，我们来探一家之前2年前探过的一家店，阿坤水煮鱼。这次我就不进去点菜了，因为他们都认识我。带一个兄弟啊，他去把菜点好了，菜买好了单，然后我再上去吃。几位啊，帅哥？5位。好。几位啊？5位。5位是生鱼还是皖鱼啊？点一个6斤左右的一个乌鱼，然后2吃。好嘞。2吃的话，那个要加多20块，一个锅底钱。好的。然后再点一个泡椒牛蛙，然后一个香辣虾。卤鸡耳。老板算一下那个刚才的那条鱼，还有点的那2个菜，一共多少钱？然后帅哥一起370块。370块。大概要多久做的话？很快，10多20分钟。好的。A few moments later， 上菜啦，走，就在这个地方，还是那么好找。1楼。几位啊？我上面有人，对，有人。好，服务员不认识我。已经上菜了。哎，香哥，这个鱼是多重啊6斤2两3，250。它这个里面是什么？我刚才没看。它的一个秘制蘸料。我看看有什么，豆豉、蒜蓉、葱花、香菜。先吃一下这个，这个是水煮啊。它这个就是现做的，有很多连锁企业把这个鱼片做得非常嫩、非常 Q 弹，然后它口感非常的脆。但是呢，我们自己试了无数遍，我们自己之前研发，没有一次可以达到这个样子。而且那种煮多久它还是那个口感一样。对，它是泡很久，它鱼片不会咸，你知道吧？这个鱼片吃起来，它就是比常规的稍微嫩一点点，做法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码个味，上点蛋清，上点淀粉，但是粉上的很少，不多。我发现好像有一点点变化啊。这个辣椒不是一种辣椒，你看这个粗的辣椒，这个应该是子弹头，小的是2荆条，然后这个油啊，跟以前还是一样，不少啊。这个起码有1斤多的油，配菜还是没变，100年的老3样啊，豆腐皮、豆芽，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还有香菇。你看香菇，你看从这个鱼片的宽度来讲，就看得出来它是5、6斤的鱼。片子还是比较薄，乌鱼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刺稍微少一点，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现点杀的乌鱼，它肉糙老。像这种就我一不来吃的人就放心吃，也别太放心啊，多少还是有点刺的。然后你看这个蘸料，这就是我们店里面有，我就是跟图哥学的，里面放点蒜蓉啊，放点小米辣呀，放点豆豉啊这些，它有个酱味道在里面，增加它的味道。一定要打油，因为所有的香辣味都在油里面。我这样子，你看，这样的店蘸一下，这个蘸出来的鱼片就有豆豉的豉香味，有酱香味，有香菜、葱花，有蒜蓉的那种鲜香味，而且这个沾出来的全是油，看到没有？味道都在油里面。我觉得这个水煮鱼的这个打这个油料来蘸鱼片这个吃法一定要推崇，但是有个缺点，泼油的时候油一定要够，要不然这里面的油就被打光了。6斤2两3啊！哇，全是鱼，上面是鱼片，下面有鱼骨。现在尝一下酸菜鱼，酸菜鱼啊，先喝汤啊！哎，你看这个，它跟之前的上一版2年前的那个版本油少了很多，你看到没有？喝一碗汤，喝点汤试一下。酸菜鱼这个味道比之前更丰富一些了，也是咸香味，泡椒的味道比较浓。好，谢谢，先放这里吧。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了一些，酸菜鱼做了一些改进，相对来说这个汤比2年前更好喝了一些，因为它以前的做法我太清楚了，知道吧？尝一个肉片，白白的，这个鱼片还是跟以前的处理方式一样，抓了盐和啤酒来洗。其实我不该把这个说出来啊。先尝一下鱼片怎么样？你看嘛，我说你叫你不要那么不要那么放心。这是什么？这就是刺。酸菜鱼这个鱼皮有点糯，鱼肉跟那个鱼肉差不多口感。鱼皮很糯，
鱼皮糯只有4斤以上的这个鱼皮才会糯。这个肉吃起来鱼的本身的香味更多一些，然后水煮鱼呢，主要是它的麻辣味、鲜辣味呛进去更多一些。尝个酸菜怎么样？还是跟以前啊，油还是放了很多猪油啊。酸菜比以前好，控口吃不咸。那这种是自己做的酸菜是吧？怎么可能自己做啊？开玩笑。这酸菜不是说今天做明天就有，它是腌制出来的，应该是定制的，品质不错。然后鱼还是那个样子啊，我觉得跟上一版2年前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唯一有一点点就是油变少了，辣度层次多了一点。这个里面它就只有酸菜、野山椒，6斤的鱼片，我算一下，出肉率是80%，鱼片的话是50%，所以一盆里面大概就是1斤3两左右的鱼片吧。好，看一下炒菜啊。泡椒田鸡50块啊，田鸡就是牛蛙嘛，说白了。泡椒呢，先尝一下。它是不是去了骨？田鸡肯定不可能去骨啊。骨头比较小。你跟我说田鸡没有骨头，我吃的有点吓人，我不敢吃。这个辣度不是特别高啊，它应该是为了迎合周边人做了一些调整。这个里面应该田鸡大概有1斤，活田鸡宰杀出来出成就只有1半，所以这里就是半斤的肉，然后。里面有很多大蒜在里面油炸过了，然后泡椒味嘛，就是这个泡椒，加那个野山椒的泡椒，泡椒不是很咸，就很普通的泡椒。这个野山椒就是买的袋装野山椒，这道菜没什么好说的，牛蛙是现杀的，然后牛蛙肉比较嫩，泡椒味也比较浓。你有没有觉得，你看有的肉剁得太小了？对。50块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人工上面。好，下一道，这个就是基围虾，不算大，这个虾55，估计有25到30个，大概的话就是1斤。这种虾呢不贵的，像餐厅采购这种虾也就30块的样子。但说实话，这个乱，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卖相很乱。它这个脆就是放到油锅里面炸，它听到那个虾皮在爆的时候就拉出来了，然后这虾里面沾了这个辣椒呛出来油的香辣味，然后放了很多芝麻。其实这个芝麻放在里面不太会起到那个香的味道，最好就是炸的那个芝麻油，起锅的时候放一部分。这道菜它肯定不是活虾现做，这个虾肉是缩在壳里面的，活虾的肉它是撑满了的。这个虾估计就是上午一锅做出来备的货。以后出去吃虾哈，商家跟你说是活虾，你就用这个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了。还有一个，它是不是认出我了？后面这个虾肯定是特殊关照的。这里有1斤，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放1斤，等一下问一下。还要这么上去照着这个来一个。对，这样子的话，以后我们就不怕被人特殊照顾了。你照顾我的话，我就跟你说这个里面虾有多少，少了的话你就找老板对质，是不是？对，少了就退菜，很简单。行。那我们就吃饭呗，啊，尝一下水煮鱼。哎，蒲公，嘿，刚哥你好，你好，我突然谢谢你，经常的是来的时候都不说一声呢。哎，坐的干。我本来说是跟你说的，我想到给你个惊喜。刚儿听他们跟我说，我赶紧跑起回来，本来原本说出去陪家人吃饭的，后来又说你过来，我赶紧过来噻。我想问一下，这个虾是不是沙虾做的？是沙虾，我晓得，是不是给我们关着了哈？没有加，没有绝对没加的。是1斤啊。我们的量是，不管是炒菜鱼是足斤做的。本时代的不是一个质量，它要找鱼。对，必须的。鱼啊，这个鱼跟以前比起，油的话会更香一些。然后这个料，然后它这个料是类似于吃火锅鱼那种感觉。这个加了好多油？这份最少有2斤油。加2斤油啊？2斤油最少。酸菜鱼你晓得跟我第一个感觉啥子感觉？油比以前真的少了。我第一次吃那个，感觉真的这么厚一层。当时我给他们反馈的意见，就是因为像我们这种我们这些师傅一些，他是4川过的师傅。哎呀，还是那句话，鱼都没问题的。这个鱼，特别是酸菜鱼，那个辣味比以前的层次感更多了。我觉得我们的酸菜和酸辣锅对他们也一个要求的是，必须要熟的酸菜才能够做，如果是不熟的酸菜做不出这种味道。那这个酸菜比以前要好吃点了。我说点你不喜欢听的，晓得不？晓得。你都不给我指点的话，那你肯定是不对的。不是指点，只是
个人的感受嘛。这个虾分量也没啥说的，我感觉就是这个盘子小了点的，然后就是稍微显得有点乱。然后泡椒那个盘子也是没选对，这个盘子应该选深一点的。这个牛蛙也是现杀的嘛？全部是现杀的，那不是如果牛蛙不现杀的话，它那个肉不会。那不是胀开嘛？对，不会胀开，然后会死瘪瘪的。哎，不过我看你都加了些，对，我们现在加了些小吃啊，加了很多凉菜和一些我把我们四川利宾沙河凉干和冰粉在这煮下来了。哦，看整一份来看看。好，看，哦，直接端出来哇！我看一下，哦，就是这里面直接在这里面端出来的是做好的。这是沙河凉干儿，我晓得。然后我们自己的师傅亲自过来给学的。凉干儿是宜宾人整的好。对，而且他自己手工的做的不一样，他买的他不会没那么多的绵性，没得这种 Q 弹那种感觉的。他手工做的话，他就有 Q 弹。我就稍微稀了滴点的糖。它因为它凉糕本身就带水嘛，你糖加个油不能太黏的话就吃不了了，必须正清火的。它那个加好了放。对。哦。可以现加的。如果炫来炫的就更好。炫加就。来，我们尝一下这个手搓的嘛，这个是。这个冰粉是手搓的。我觉得这个8块稍微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其他人也是卖了8块。对，都是一样的卖8块。哦，那就差不多。如果后头有粉丝来吃饭的话，那种可不可以人手送一个？可以。刚过来粉丝过来。感谢。必须的。你之前没看到你整过？我们是才走老家引进过的新品嘛。如果是刚过来粉丝过来，不管是凉干儿哈、冰粉也好，我们都送。人手一个哟。对，人手一个。而且呢，因为我们是手搓的，可能数量有限，确实没得，我们也可以送其他饮料啊，送其他小菜来代替，也没得关系。哦，那你先忙，我跟他。行，那我现在给他们打个招呼，在下面看到哈儿。如果不忙的话，不赶时间的话，等晚上就把同事的享受了10多年的老同事，我们一起聚一会儿，摆点龙门阵，聊会儿天，可以吧，哥哥？好。你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来。不管你先忙。好的。好。那你们先做会儿摆点龙。好。我先叫你了哈。好。二刷下来，其实什么二刷？其实我就是想回来找他们聊聊天，顺便再吃那条鱼，吃点菜，尝一下有没有什么改变的地方。现在吃完饭了，我们出去逛一圈，看看这几年这边的变化。你看，这就是还想不起来以前我们在18年前我们一起在那儿老地方的。这地方变化是多大的啊？他拆了油线，修了个新。这就是长城花园的嘛？对啊，这就在长城花园嘛，这些走了个后墙。现在我带你们看一下，我17年前吧，18年了。18年前。18年前工作的。18年前上班的地方啊，它其实就在这个东方印象大酒店下面。你以前还记得的店，记得开了几个？全部都还完了。就你一家这个钱。我们一家那儿。就一家。那我们就等会儿喽，等他们忙完些，我们倒是接过了。你看10多年了，17、18年的老同事，到现在那儿还在那儿的。你看当时你是第3个来到我们水族园的，第1个就是吴师傅，第2个就是王元东，第3个就是你来到我们水族园的。你基本也17、18年前的同事都还在那儿的。那今天呢，趁着机会，我们就在这儿晚点他们忙完以后，我们到时候一起好摆会儿龙门阵，好吧？好，我们先去转一圈。要得，我先转一圈。好，我们7点钟吃完饭，在门口坐了2个小时，所以在一直等着。他9点多的时候有一个空隙，忙得差不多了，进去跟老朋友聊一下天，我们就走。不过还得忙啊。这个时候忙得差不多了，那个师傅写在里面的。好，打个招呼噻。好，要得。里面的好。哦，这还有这么多鱼。这个乌鱼起码有4、5斤、5、6斤，是吧？大一条，4斤起步。下面是草鱼。哎，兄弟，嘿，这个兄弟啊，我们一起做事情，我们是08年一起做事情的，到现在我们认识有多少年啊？08年到现在17年、18年。就是说，之前跟你一起在这儿工作的。对。里面那个右边这个师傅啊。也是我们一起过来了，老李，多少菜哦？多少菜？水煮牛肉啊！老吴，这个师傅啊，我们一起在这里做事情，08年就一起了，就认识了，到现在都还在忙，3个道一直在不停的吵。他们现在个个都在忙，等他们忙完了，我们在外面等他。坐这了。
走。我们过来上班的时候是08年，刚才搞清楚，对呀，对吧，老婆？我记得08年的时候我来了之后，有老婆，有王永东小勇啊，就是老吴是我们水族业第一个师傅上班的啊，然后就是小勇过来，然后就是你是第三级水族业的员工。哈哈。这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一晃18年了。我就拉来的时候才14岁，那时候真的是很矮很小哈，不矮，那个时候已经不矮了，矮了。他那都有差不多有1.7米了，我只小瘦了。哎，这个很瘦，很瘦，又瘦，又黑又瘦。哦，又瘦那个时候。所以你看啊，那个时候小孩子，他也是小孩子，我也是小孩子，14岁，33了啊，满30岁，马上32啊，32岁。还有老吴20多岁，我也是20多岁。他来的时候是28岁，28岁我还记得。现在这个时间过得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兜兜转转，我觉得人生相识是种缘分。水族业现在能够成功那么10多年，我觉得也靠这帮兄弟伙的一起共同努力，不离不弃的。虽然疫情这几年大家都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把它挺过来了。对，但我觉得像这个时候，更多的是靠一个真诚2个字。像刚刚水族业，虽然说时间过得那么快，也出去那么长时间，现在看到你现在这样子，当兔哥的心里还是蛮开心的，也从内心中说，至少在这个时候还能在珠海这个地方，你们不管是出差也好，来走到这边的话，记得还有那么兄弟在珠海这个地方，能够选到过来看好。这我们都没咋子变。对，就这个兄弟啊，这个老哥啊，我刚才问他，我说10几年是不是老婆换了2个，孩子也有2个，他的变化还是不小。中途出去创业过2次，但是我觉得。我记得你第一个店你开在吉大的时候，我还去帮了你的忙，还记得吗？对。第2次开。第2次我就不知道了。对，那个时候你我都没在珠海了。做店了。你呢？几进几出？啊？起码最少3进3出。3进3出，少好多年10几年是吧？18年，你那干的时间总共加起来有15年没得？10多年应该有，10多年应该有。15年没有，12年可能。12、3年差不多。12、3年。我这次在6年了。这次6年。这是00年到现在不是？疫情之前选择了回来，而且你看以前那个是小朋友，现在老婆结婚了，娃娃都多大了，就是回顾一想，我们现在真的慢慢的也在变老的路上。待在这里的时间？在这里啊？那至少有15年6年了。15、6年。对呀。那你每中间就隔1年不到嘛？你每次出去就是开个店，然后几个月，然后就回来了。你像刚来的时候，你儿子还在吃奶，我还记得还在喂奶。我小孩子头1年生了嘛，那08年我过来上的班嘛。对啊，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你一个月有2、3千块钱，然后你发工资如果发2000块钱，就寄1900块钱回去，身上留100块钱，100块钱留着干什么呢？每一期去追那个不是6合彩，双色球。其实你想把图，之前我说想在深圳开店，其实想的是在珠海，当然是怕你有想法，知道吗？所以没有说在珠海，然后深圳肯定是去不了了，是不得去了。未来有可能的话，在珠海再找一个店。珠海这边看有没有合适的再说吧。对啊，再计划了。对。但是珠海欢迎你常来看我们。所以每次回到珠海，我都觉得很亲切，真的很舒服。毕竟相处那么多年嘛，大家这份感情是没有变的。近这10几年了，缘分啊，真的是缘分。因为我的同事的话，超过10年以上的，可能就这个店子头就占到80%。真的，就等你们下班，我们吃顿烧烤，喝点啤酒噻。好，可以啊，吃个宵夜了。好，那就先聊到这里，拜拜。